人明明是四合院的路人甲，却把管事大爷易中海送去了大西北。只因男人穿越时继承了原主的记忆，发现原主父母竟然是原西的高级工程师，但6年来却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熟知剧情的他，料定信件必然被某人截胡，于是他赶忙到邮局核实。我的父母都是原建西部的高级工程师，他们去了6年，我从未收到过他们的信。我想查一下，这些信是根本没有寄出，还是寄出后没有送到我手中？桂圆一听沈旭的父母是原建西部的重要成员，赶紧询问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父母叫什么？我帮你查查。”我叫沈旭，我父亲叫沈建军，母亲叫罗红梅，奶奶不识字，父母如果寄信，一定寄给我的。桂圆听到这个名字，感觉有些熟悉，于是赶紧查找邮件信息，很快找到了信件目录。寄信人沈建军，收件人沈旭，2个月邮寄一封信件里还有一份汇款单，每次200元，逢年过节200元。可沈旭却1分钱没收到。桂圆看着上面的目录，顿感大事不妙，便赶紧通知领导：“王科长，出大事了，您快来一趟！”发生什么事情了？王科长，这里有个单子，涉及金额高达7800元。这位沈旭同志的父母是原建西部的高级工程师，每个月都给他汇款100元和一封信，逢年过节200元，可他却一封都没收到。是哪个邮递员负责的？是老高。说罢，王科长立刻跑到送信厅：“老高，你跟我说清楚，南谷楼巷街道95号沈旭的信件是怎么回事？”王科长，什么怎么回事？沈旭的信件都是由院子里的联络员易中海检查后亲自交给沈旭的。狗屁！连续6年了，沈旭1分钱、一封信都没收到，你这是严重渎职。王科长，这件事和我无关啊，我胆子再大也不敢贪污那么多钱。跟我去找雇主，然后报警。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为了节约那点屁事，惹出多大的篓子？这件事会牵连我们整个邮局的。很快，2人来到会客厅。你就是沈旭，都这么大了，易中海不是说你还是个孩子？我家的信一直都是你送的，那些信和汇款单呢？小同志，你家的信和汇款单都是你们院的管事大爷易中海签收的。他说你家老人不识字，你还是个孩子，并且院子里的信都要先经过他的审核，然后再交给你们。我真的没拿1分钱。你们报警吧，若我报警，倒霉的可就不止一个易中海了。王科长最终决定报警。李阳所长听到后都懵了，易中海此人竟然如此勇猛，敢贪污7800元。随后，李阳带领几个公安来到邮局，拿到确凿证据后说道：“轧钢厂还有20分钟下班，我们直接在四合院守株待兔。”刚下班，易中海就带着院子里2大狗腿朝四合院走去。荣旭，你不要着急，今晚上我找沈旭商议一下，给你家让出2间2房，他一个人住3间屋子也是浪费。到时候你每个月给他2块钱就行，反正他现在穷的都揭不开锅了。谢谢师傅。易大爷，等会我跟你们一起过去，那门头驴如果敢拒绝，我给他2巴掌就行。哈哈哈。随后3人很快就来到四合院门口。今天严老抠竟然不在大门口守着，真是奇怪啊！然而刚说完，大门被瞬间锁着，几个公安就向3人扑了过去。易中海瞬间被扑倒在地，贾东旭被吓得不敢吭声，见状傻住，直接朝一个公安冲了过去。你们干什么？我是易中海，这个院子的管事大爷，还是长兵长的8级工。抓的就是你，还有那个谁，一起带走。既然攻击公安，按袭警罪，先拘留15日再说。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抓你？你心里没点数吗？先带我们去你家。严不贵见状，立刻小跑上来说道：“我带你们去易中海家。”随后一行人来到了易中海家门前，易大妈看着易大爷被抓。同志，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我男人和柱子可是附近出了名的好人啊！原地站好，不许动！来2个人进屋搜查。易大妈瞬间慌了，屋内可是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于是她趁着所有人不注意，立刻跑到后院，把龙老太太搀扶过来。几位同志，小易可是四合院的管事大爷，常年带着院子里的人争取文明四合院，你们这么对待这样一位工人，合适吗？这里没你的事，一边去！这案子可不小，若你也牵扯其中，恐怕就别想着养老了。龙老太太被吓得连忙后退。大概20分钟后，几个公安从里面搬出2个大箱子。桌长，搜出来了，都是沈旭父母邮寄过来的信和钱，信封都被销毁了，只剩下信纸，因为涉及到隐私，我们也不好一一查看。徐子啊，我是在帮你存钱，一个孩子拿这么多钱我不放心，我是一大爷，肯定要照顾院子里孩子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希望你不要误会啊。我和奶奶没钱吃饭，你不把钱给我；我没钱上学，你不把钱给我，你替我存钱，等我饿死了烧给我。你以为我是傻猪，会相信你这种鬼话？把易中海和他媳妇带走，等存档后再交给小同志。沈旭你放心，今天就能结案，明日送去法院审理，最迟3日就能送他去打靶。须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啊！你忘记你们没钱的时候，姨大爷是怎么照顾你们奶孙两个的吗？同志，我要求易中海今天晚上之前把我父母邮寄给我的本金和利息全部交给我。我家里已经就剩下1毛钱了，一点存粮也没有了。这是应该的，这边有邮局的工作人员会帮你计算易中海到底欠你多少钱。应该的，沈旭同志，我们一定竭尽所能，不让易中海少赔偿你1分钱。王科长亲自计算这银行利息，这些年的利息可不低，年化利率达到12左右，而且是长达6年之久，这利息可以高达20%，7800元。利滚利的情况下，早已经超过了2万元。派出所内，易中海被吓尿了，拼命哀求公安要见沈旭一面。沈旭同志，易中海在拘留室内想要见你一面，你看看要不要见一面？见一面吧，让他死心。须子啊，我知道错了，可我对你也是非常好的。你和你奶奶生活困难，都是我帮你们的，你们到现在还欠我20块钱呢，你不能让我去死啊！沈旭彻底无语了。崩溃了，我现在崩溃了！易中海，你这可真够无耻的！如果不是你截留我父母的汇款单，我奶奶怎么可能夜以继日去街道办领取杂活过日子，熬得眼睛都快瞎了？而我又何必因为钱而休学半个月了？我又怎么可能去跟你借钱？我现在恨不得拿枪毙了你！易中海这才想起来，沈旭可不是傻猪那么好忽悠，虽然平时看起来憨憨的，可毕竟是上了中专的学生啊。沈旭，我知道错了，我愿意赔偿，双倍赔偿给你。按照现在的利息，而且长达6年之久，单是利息就多达14000多元，这还不算本金，这意味着你本该就赔偿我22000元，再加上该弥补我的赔偿金，至少要赔偿我3万元，只多不少。想双倍赔偿我，你做梦呢！易中海彻底绝望了，3万块把他卖了也赔不起啊！沈旭，你当真要自绝于四合院吗？我若是因为你被枪毙了，影响我们院子的名声，全院都会针对你，傻猪是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我是许大茂，不懂法律，任由你忽悠？就院子里那帮杂鱼，我能玩死他们！说罢，沈旭转身就走，只留下易中海垂地懊悔，嚎啕大哭。而另一边，龙老太太为了救出易中海，就去找了王主任。你确定易中海是帮沈旭保存钱财？老太太，你可别把我当傻子，这件事对我影响确实不小，可我若是插手，沈旭若是不给我面子，我肯定也要折进去。小王主任，你尽量帮忙说说话，我再找轧钢厂的杨厂长帮忙说说情，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对你，对咱们街道办的影响也会小很多。这样，你先去找人吧，我先探探沈旭的口风。李阳所长，沈旭同志，我们已经算好了，连本带息，易中海要赔偿2.2万元，但是易中海家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也就2万元，他房子算1000，也还差900元左右。欠900，还有补偿款，都算在刑期内，到时候就不信夹不到一颗花生米。沈旭满意点了点头。然而就在这时候，王主任急匆匆赶来。沈旭啊，关于易中海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太相信易中海了，才让他担任95号院子的管事大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奶奶和你父母。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王主任，这些年多亏你照顾我和奶奶，让我们经常领到杂活，这才活到现在，所以您不必自责。沈旭，如果易中海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赔偿，你能不能饶了他这一次？这不可能，这种人就该死。他现在连本带利应该还我2.2万元，这还不算补偿款，可他现在全部家当也就2万元，算上房子也还差1000元左右，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更不可能放过他。王主任，这件事和您无关，即便上面有人来询问，我也会把您从这件事摘出来的，希望您也别让我难做。谢谢须子了，我就是觉得易中海这个人品行虽然差，可好歹也是8级工，对国家还是有些贡献的，送去打靶可惜了。既然你不愿意饶了他，那就公事公办。检测到宿主没有妥协，绝不妥协，系统正式开启，只要拒绝不合理要求，便可得到奖励。宿主拒绝王翠主任不合理要求，开启大礼包系统，奖励系统空间1座，空间大小为10立方米，奖励大力丹1枚，服用可瞬间拥有3牛之力，奖励3亩农场，奖励灵泉1口，服用后可驱除百病，洗髓肉身之能。从派出所出来之后，沈旭找了个地方吞下大力丹，然后又喝了一口灵泉水，便一路溜达到4合院。真是没想到，易中海那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这么狠毒，贪污沈旭7、8千块钱，真是个狠人啊！谁说不是呢？那可是将近8000块啊！你们谁他妈放屁呢？姨大爷那是帮沈旭那个小畜生保管，他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傻猪，沈旭兄弟都辍学了，连饭都没得吃，你说易中海帮沈旭保管，也就你这个傻子会相信？傻猪顿时恼羞成怒，按着许大茂就是顿揍。二大爷刘海中立刻走过来呵斥道：“
傻柱，给我住手！你想杀了许大茂吗？傻柱这才住手，可没想到许大茂刚爬起来，对傻柱的裆部就是一拳，顿时傻柱身体蜷缩，脸色惨白。你们这帮小可爱竟然拉偏架，真当我这个老太太好欺负的吗？说罢，抡起拐棍就砸向许大茂。沈虚那个小可爱不识好人心，竟然把小易送去派出所，等他回来，我非得让他跪下道歉，然后把小易接回来不可。说得对，那个小畜生太放肆了，院子里的事情院子里解决，他不分青红皂白，竟然把一大爷送去派出所，让他回来一定要让他跪下赔礼道歉，还要拿出2间房子当赔偿。贾章是说的不错，我们家和贾家正好缺房子，让他拿出2间，帮助我们这些困难户。关你屁事！那2间房是我们贾家的。沈虚回来。就在这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中院的人纷纷冲向前院。沈虚，你这个小可爱竟然敢报警抓乙大爷，给我滚出来，跟我去派出所把事情说清楚，就说是乙大爷帮你保管的钱财，你若不去，我就打死你。对，沈虚，你不要不识好歹，乙大爷也是为了你好。沈虚啊，你还小，不懂事，快听大家的，把老易接回来，这对你的名声有好处。滚！一群小可爱。检测到宿主拒绝傻柱不合理的要求，奖励100斤麦种。检测到宿主拒绝贾东旭不合理要求，奖励烤鸭2只，奖励白面100斤。只要拒绝这帮禽兽的要求，就能无限刷资源。傻柱一听到沈虚拒绝自己，还辱骂自己，顿时抡起拳头便冲上去。你想造反吗？怎么？你是皇帝，反抗傻柱的迫害就是造反？东旭，你没事吧？啊，老贾，你睁开眼看看吧，沈虚这个小畜生欺负我们家啊！你把他带走吧。沈虚冲上去，一把拽住贾章氏的头发，抡起巴掌对着贾章氏就开始抽。再敢骂我，贾章氏就是例子，老聋子也包括你，在我面前摆你猎鼠的谱，我就把你冒充猎鼠的事情上报到街道办好好查。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沈虚，我不管你同不同意，必须把小易带回来，不然我今晚上就吊死在你家门口。想死我就成全你，你吊死之后，我就把你扔到粪坑里。检测到宿主多次拒绝龙老太太的要求，奖励1只大公鸡和3斤土豆。赶走众人，沈虚连忙回到家中蒸馒头炖鸡汤，还把烤鸭热了热，肉香味瞬间铺满了4合院。然而贾家却炸毛了。我要吃肉，我要吃肉，好香的鸡肉味！奶奶，我要吃肉！秦怀如，你这个丧门星是死人吗？没听到棒梗哭喊要吃肉吗？你去药店来，正好给我和东旭补补。沈虚弟弟，沈虚弟弟，你炖鸡做的太香了，我家棒梗馋的直打滚，你能不能分一碗给我带回去？不分，滚蛋！老子又不欠你的，你家男人又不是死了，2级钳工，1个月37.5块，想吃肉自己去买。沈虚弟弟，就借点肉和汤给我吧。等东旭发了工资买了肉，我第一时间就来还给你。滚蛋！当乞丐上瘾了是不是？沈虚，你打傻柱，把我家东旭也打伤了。你若是不赔偿1碗肉和鸡汤，我就报警了。去吧去吧，我倒是希望你们去报警，到时候把你们这帮禽兽全抓起来。秦怀如攥了攥拳头，最后还是无奈回到中院。你这个丧门星能干什么事情啊？连1碗肉汤都借不到，真是个废物。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老贾啊，你快睁眼看看吧，都欺负我们贾家啊！你快上来带走那个小可爱吧，吃独食的小畜生，迟早绝户！救命啊！小畜生杀人了！下次再敢骂我，我会打残你！你这种封建迷信、辱骂军属的人，一旦报警，你会被送去劳改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主动去报警。就在这时，刘海中和严不贵走了进来。沈虚，你怎么能在院子里随意殴打老人呢？别以为没了易中海，你就可以在院子里嚣张霸道。傻逼，我是随意殴打老人吗？我打哪个老人了？贾章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肥胖如猪，还长时间辱骂我。我只要不打死她就不算犯法。你这是要凌驾于法律之上吗？你岂有此理！如此不尊重院里的领导，明天我就和王主任说，把你赶出4合院。你说的都对，我等着你明天带着王主任来赶我打。说罢，沈虚扭头就回屋了。不料还没坐下，房门就再次响了起来。虚子，我是派出所李阳，你开下门。李所长，您怎么来了？吃了吗？一起吃点，正好我做的挺多的。我这次来是因为杨厂长和王主任想当说客，我必须要在场，确保他们公平公正，不能对你出现威胁恐吓的情况，
所以等会谈的时候，你安心谈，不要有后顾之忧。沈须颇为惊讶，没想到李阳来这里竟然是担心杨厂长和王主任已是压人。李所长，坐下一起吃点，吃完再说。吃饭的时候，李阳和沈须说了一下谈判的技巧，可以适当让步，但是绝对不能让太多，而且要易中海给你足够的赔偿才行。易中海现在还欠你利息2000，即便把房子赔给你，还差1000，然后再加上赔偿金，你至少还有5000块的索赔空间。我个人建议你最好要2个工号，邮局那边你也要谈一下，能要1个工号最好。沈须默默点了点头，弄到工号不用卖出去也好啊，这年头工号是有价无市的。过了一会，王主任和杨厂长带着龙老太太走了进来。沈须啊，奶奶来了，给我也准备一副碗筷。你是谁奶奶？你们想谈事情就先等我们吃完再说。须子啊，要尊老爱幼，不要不懂礼貌。老太太年纪大了，能吃你几口肉？就他这种人，一口肉我都不愿意给他吃，整天仗着易中海和傻柱在院子里欺负人，还说自己是什么烈属，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他是烈属？什么烈属？我不知道啊。呵呵，现在不承认了啊？易中海仗着你是烈属的名义欺压百姓，可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是我老太太老了，说不清楚，是小姨误会了，而且她只是说尊老爱幼，可不是欺负邻居。沈须，尊老爱幼，这不是咱们传统美德吗？你怎么能说这是欺负邻居呢？是不是欺压，你们自己清楚。而且这件事是公安和街道办该管的事情，我管不着。要谈事情，等我们吃完。王主任，您这次来有何贵干？沈须，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和杨厂长过来呢，就是想当个和事佬，调解一下你们之间的恩怨。若是别人贪污你的钱财，我也不好说啥。但是易中海这个人风评，不管是在轧钢厂还是在这条街上都很好。你一次性把他弄死了，对你名声和以后的发展也不好。你若有条件可以提。小张啊，我是轧钢厂的杨厂长。易中海是我们轧钢厂少有的8级工，对国家建设还是能出很大一份力量的。就这么枪毙了，对国家、对轧钢厂都是莫大的损失。当然，他也罪大恶极，所以我们就是想和你谈谈，能不能让他用实际行动来化解他的罪恶。若不是他截留我的信件，我奶奶也不会积劳成疾，早就去了。我更不会因此而休学半个月，我实在找不到理由给他机会。易中海若是被枪毙了，姨大妈肯定也活不了，那以后谁来照顾自己啊？沈须，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易这些年的确做了一些错事，但是总体上对你家还是不错的。你奶奶有啥病痛的，小易都会第一时间组织人送你奶奶去医院，这是你上学不知道，但是院子里的人可都知道的。你若如此不念旧情，以后在院子里还怎么和大家相处？王主任，杨厂长，不是我不乐意给易中海求情，而是他连本带利欠我2.2万，还不算赔偿金，现在只给我2万，我凭什么给他求情？众人齐刷刷地看向龙老太太，他们来帮忙求情肯定没问题，但是让他们出这么大一笔钱，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这也太多了，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打个对折如何？那就别谈了吧，没必要为了一个老畜生浪费那么多钱。好吧，小易的房子值1000，他的和我的房子都是私宅，等我100年之后，我的房子也给你，这就是2000，剩下的4200，我来想办法。你先跟我来后院，我把我家底给你，这总可以了吧？我还需要轧钢厂1个工号，能谈就谈，不能谈就算了。哪怕能谈，底线也是送易中海去大西北吃沙子，可不能留他在4合院霍霍人。谈妥之后，龙老太太便带着沈须去了后院。你把我床底下的箱子给拖出来。沈须将箱子拖了出来，别说真特么重，打开的瞬间，沈须就傻眼了。里面有个隔间，第一个隔间里全是黄鱼，大小黄鱼都有；另外一个隔间里全是现金，上面还铺着一层各种玉器。给老太太留500块养老，其余的都是你的，包括2间屋子，这是可以了结了吗？等这件事了结了，找个机会弄死沈须，然后把钱和宝贝都拿回来。沈须其实挺想把500块都要来的，但是这批东西太多了，也就没必要再拒绝这老东西了。行，房契和地契给我。房契和地契都在现金下面，你翻一下就行。果然，沈须伸手一翻，房契和地契就出现在手中，就连易中海的房契和地契都在。沈须默默看了一眼龙老太太，提着箱子抬脚就走。沈须，我要确保易中海没事，不然这件事没完。咋地？你还想他平安无事继续上班？他贪污这么多钱，不死就是最好的结果。我可以求情不让他吃枪子，至于怎么判，那是法院的事情。之后，沈须大步流星出了后罩房，趁着四下无人，直接将箱子送入空间，然后快速来到前院。我和老太太谈妥了，
只要明天把房子过户给我，最好是采购科的工号，只要工号和房子到位，我可以去法院给他求情。行，你明天把房契和地契拿到街道办，我帮你办理过户手续，给你新的房契地契。我明天让人把工号手续直接送到王主任手中，让他交给你。双方谈妥之后，沈须就送走了王主任和杨厂长。不料刚回到座位上，李阳便提醒道：“须子，明天把钱都送到银行存起来，免得被有心人欺骗了。而且明天一旦房屋过户完了，可千万别耍小聪明，得罪县管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事。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那2位可都是管着你的，人家稍微给你使绊子，都够你吃一壶的。”谢谢李所长，我知道，我肯定会求情的。至于怎么判，那是法院的事情。对了，那个工号我暂时用不上，李所，你若是需要，可以拿去。李阳大吃一惊。这年头还有用不上工号的，但是想到沈须的中专身份，李阳顿时呼出一口浊气。须子，叔就不和你推辞了，我家确实需要这个工号，我父母户口都是农村的，没有定量。大儿子毕业2年了，也没有正式工，这段时间为了一口吃的，都快吃观音土了。但是你放心，市场价多少钱，我加2成，每个月至少还你30元。李叔，今天多谢您替我做主了，如果不是您，我也不会想去要工号，甚至会被他们以权压人，逼得我不得不妥协。而且我手里的钱够多了，若是再卖这个工号，您也不怕别人眼红，给我惹事吗？你若是看得起折儿，就先把工号拿去用，钱不钱的太见外了。李阳眼眶都有些红了，他一个人养活祖孙3代人，大儿子上到初中就不上了，小女儿还在上初2，到现在全干临时工，这还是靠这张老脸求来的，多一个正式工，他家就可以彻底解放了。李叔，谢谢你了，这个大恩我会铭记于心的，迟早会报答的。明天我先拿300给你，剩下的钱我慢慢还，你不能不要。沈须摇了摇头，依旧拒绝道：“那李叔，算你欠我500块，替我保管着，等我结婚了再给我。”第2天，沈须便带上房契和地契到街道办。王主任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亲自给沈须办理新的房契和地契。沈须，下午你和我一起去法院一趟，若是能让易中海免除牢狱之灾，算是王姨欠你一份人情；若是能让他少坐几年牢，王姨都领你这份情。好的，我会尽力把情况说明的。但是法院怎么判，那就不是我能管的了。对了，我想把我家的东跨院装修一下，做到自来水和电都单独分开。希望王主任您帮忙联系一下装修工人。这是我应该做的。后续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来找我。你也别怨王姨，我欠老太太一个人情。而且这事情闹大了，我也不好交差，毕竟是我选易中海当姨大爷的。王姨，放心吧，我知道分寸。我昨天不是针对你，就是太气愤龙老太太和易中海干的坏事了。哦，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想和您提前通个气，免得您后面被打得措手不及。沈须其实也不想得罪王主任，但这帮人要是下黑手，自己哪怕有系统也不得不防。什么事情？很严重吗？沈须点了点头，从怀里抽出一个包。我昨天看我父母给我邮寄来的信件的时候，发现有些信不是我父母邮寄的，而是傻柱的父亲何大清邮寄给傻柱的。这些信件也被易中海截留了，同时也截留了傻柱和何雨水的生活费，10年了，大概1200元左右。这是信，至于钱已经被易中海用了。王主任倒吸一口冷气，两眼一黑，差点昏死过去。这事若是传出去了，易中海得死，自己也得脱层皮。沈须啊，姨欠你一份大人情，你千万别把这件事传出去，不然王姨肯定要倒霉的。王姨，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这才没把这些信交给李所长，而是交给您，让您有个准备的。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和您提前说一声，这件事若是搞不好也会牵连您。还有什么事情？易中海联合贾家多次诈捐，利用傻柱武力胁迫大院的人给贾家捐款，几乎半年一次捐款，每次都是30块左右，1年就是60，已经8年了。这次易中海坐牢，肯定有人想要回这笔钱，万一闹大了，您可就是失职之罪啊！与其被人举报，不如您主动去院子里把事情解决了，防止出现后患。该死的易中海，该死的刘海忠言不贵，这种事情居然都瞒着我。随后便叫上2个街道办干事，骑上车子冲向了4合院。4合院内，傻柱还在咬牙切齿瞪着前院，想着如何报复回来。这时，王主任带着信件走了过来。傻柱，你跟我进屋，我有事和你说。小李、小孙，通知全院家属，晚上6点准备开大会，任何人不得缺席。是。王主任，您找我啥事？你是不是武力胁迫院子里给贾家捐款了？谁胡说八道呢？贾家这么困难，大家帮扶一下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放屁！贾家有没有钱我能不知道？贾东旭一个月将近40块，他家5口人，人均8元，比贫困标准可高多了。还有易中海帮扶，他家算是标准的有钱人家了。你们每年还要强行逼迫大院给贾家捐款，
这件事闹上去，你和贾家、易中海都得坐牢。我不知道这事啊，易大爷说贾家不容易，没有定量，这才让我们捐款的。行了，别人喊你傻柱，你就是真傻了。傻柱低头不敢吭声，王主任这才掏出信件。你爸何大清每个月都给你妹妹和雨水邮寄10块钱当生活费，还有一些信件，但是这些信件也被易中海截留了，钱也被易中海用了。我要弄死这个畜生！截留沈旭的信和钱还不够他用的吗？他是怎么敢截留我的钱的？够了，你给我冷静点。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你报警，算上沈旭的事情，足够枪毙他了。但是你妹妹的钱肯定没了，而且你联合贾家武力胁迫大院捐款的事情肯定也要曝光出来，你也要坐牢10年起步。第2条路，和易中海和解。我现在带你去找易中海，让他写下欠条，每个月给你还钱。他虽然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改，但是他是8级钳工，和普通人劳改肯定不同。工资虽然不高，但是也不会低，一个月至少50块，一个月还你妹妹30还是没问题的，1年就是360，还个5年，多余的钱就算是利息。你武力胁迫大家捐款的事情，我当作没发生，如何？王主任盯着傻柱，他只想捂盖子，不想把事情闹大。傻柱颓废地坐在凳子上，恨不得打死易中海，但是现在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答应。随后，王主任便带着傻柱、沈须前往人民法院。拘留室内，易中海仿佛苍老了10岁，身体都在哆嗦。就在这时，法警敲了敲拘留室的门：“易中海，出来，有人要见你。”易中海，你这个老绝户，凭什么截留我妹妹的生活费？你知道我没成年那几年和妹妹是怎么过来的吗？柱子，我只是想帮你保存。傻柱，你不是说易中海是好心帮我保管吗？他现在好心帮你保管，你怎么能这么丧良心动手呢？傻柱面红耳赤，竟然不知如何反驳。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易中海，你宣判之后应该是去西北劳改，你是8级工，有工资，虽然只有这里的一半，可也不少。你必须每个月邮寄30块钱给何雨水，这是何雨水的抚养费，连续邮寄5年，多余出来的算是利息。你若同意就签协议，不同意的话，我就把这个案子一起上交上去，到时候必死无疑。易中海哪里还敢拒绝，连忙点头道同意。另外，你的房子已经过户给沈须了，家当也评估了，再加上龙老太太的家底，正好赔偿沈须的本息以及赔偿金。我提醒你一声，如果有机会活着回来，别去院子里找麻烦，到时候只会自己不痛快。易中海听完便瘫软在地上。20分钟后，法院审判出来，易中海要被送到大西北一家工厂里干活，而易大妈则是负责种树治沙。看完好戏，沈旭便坐着车子回到街道邮局。我叫沈旭，找你们王科长。王科长一听说沈旭来了，连忙小跑出来。沈旭，事情处理完了吧？来我办公室。王科长，我也不为难你们邮局，我父母6年的辛苦，我乃因此积劳成疾，都是你们邮局不作为，你们必须补偿我，不然这件事没完。沈旭，你尽管说，我和孙局长尽量满足你。一个工号外加1张自行车票，这是我的底线，没得谈。邮局每年倒是有2张自行车票的分配权，到现在还在孙局长办公室呢。但是现在的工号可不好搞，你等等，我去和孙局商议一下。自行车票我先答应你，但是工号短期内肯定没有。若是给我点时间，我们或许能够挤出来。1年之内给我工号，但是你们要提前写条子，免得后面不认。自行车票我现在就要，并且给我开个条子，证明自行车票的费用。王科长顿时松了一口气，然后赶紧跑去找孙局长。孙局长得知沈旭的条件后，思考片刻，可以答应。自行车票我倒是还剩1张，工号嘛，给1年时间，怎么都能挤出来一个工号。你来写条子，我来批，只要把这件事按下去就行。双方谈妥之后，沈旭便拿着2张条子和1张自行车票离开邮局，随后便去买凤凰牌的自行车，一共202元加1张自行车票。搞定一切后，沈旭拿着轧钢厂的介绍信和工号便去了李阳的办公室。李叔，这是工号和介绍信，下午就可以去轧钢厂办理入职手续。须子，叔谢谢你了，这是300元，剩下的我慢慢还你，每个月给你10块钱。自己不缺钱，这份人情不能用钱来还。叔，这笔钱你先帮我存着，等我结婚的时候再给我。我家也没个大人，给我那么多钱也不安全。李阳想了想，最后答应了，大不了等到他结婚的时候多准备一些，而且这份恩情可不能用500块钱来衡量。对了，你去邮局了没？李叔，我刚从那边回来，要了1张自行车票和1个工号，但是那边暂时没工号，需要1年时间，但是给我批条了，1年后随时过去上班。李阳倒是知恩图报的，
多次提醒沈旭多要点钱，甚至连邮局都没放过。李叔，没事我就不打扰。所有人都返回4合院，街道办干事已经提前来了。但是贾家并不知道街道办是为了捐款的事情来的。王主任连饭都没吃，就来到了严部贵家。严部贵，关于捐款的事情，你那边有没有记录？你最好老实点，这件事很麻烦，你别引火烧身。这件事都是易中海干的，再加上傻柱，我们也不敢说啥。我要的是捐款记录。严部贵浑身一哆嗦，连忙跑去拿账本，足足1本子，都是捐款记录。王主任简单翻阅了一下，就气得当场报警。当公安到场后，王主任便带着他们一起来到中院。王主任把账本丢到桌上，冷冷扫视贾张氏和贾东旭。今天我不想废话，就是为了贾家和易中海诈捐的事情来的。贾张氏，你最好别在我面前撒泼打滚，我给你3分钟时间，把这笔钱拿出来退还出来，不然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贾张氏顿时炸毛了，3尺高。来人啊！街道办杀人了，我不活了！这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的。小孙、小李，让这个女人闭嘴。2个女干事可都是身宽体胖的女人，专门对付泼皮无赖的。2个人上去就给贾张氏一个大耳刮子。贾张氏挨了一顿打之后，这才老实。贾东旭，你若不赔偿，明天你家诈捐的事情就会传到轧钢厂，你的工作保不住。李所长也会按照诈捐的罪名逮捕你们母子2人。顿时4个院纷纷议论起来。天天大老爷啊，我们4个院看到天亮了。还有傻柱那个人啊，累计捐款，我们若是捐的少，都要挨打，必须要严惩。对，傻柱和贾张氏以及易中海一样可恶。大家稍安勿躁。对于傻柱，我肯定要惩罚他。这10年总计捐了多少，全部分给大家，不会给他退1分钱。傻柱低着头，知道自己犯重怒了，也不敢反驳。贾东旭，还有2分钟，你不要不珍惜，丢了工作还要坐牢，我可不会心慈手软。贾东旭果然怕了，立刻小跑到屋内，把贾张氏存钱的箱子扒拉出来，里面单是现金就多达1500多元，这还不算秦怀茹骗傻柱的钱。打开箱子的那一刻，众人眼珠子都快瞪圆了。打死这一家骗钱的畜生！要连本带利还回来，至少也要赔偿双倍。双倍赔偿，必须双倍赔偿。贾东旭，你若不同意，现在就和李所长说，让他带你和你妈回去，该怎么判刑就怎么判刑。一听说要判刑，贾东旭和贾张氏顿时不敢反抗了。看贾家同意了，王主任看向傻柱，何雨水回来了没？在他的耳房里。何雨水下午就知道易中海劫取他生活费的事情了，此时红着眼眶走出耳房。谢谢王主任给我做主。雨水，易中海欠你1200元，还你2400元，现在还你408，后面的慢慢还，我会帮你记账的。还完了我就联系易中海，让他停止汇款。当所有事情处理完，院子里先是陷入一片死寂，随后贾张氏就开始招魂大法。老贾，你快睁开眼看看吧，我们贾家被欺负死了，我不想活了，你快上来把我带走吧。这次收获最大的就是何雨水，一次性拿到400多，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但是贾张氏撒泼打滚之后，立刻把眼睛盯上何雨水。你这个赔钱货，把408块还给我，不然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那是易中海捐给我家的，凭什么让你拿回去？快给我！何雨水被吓得连连后退，他哪里是贾张氏的对手？哥，救命啊！何雨水在傻柱眼里虽然不如秦怀茹，但是肯定比贾张氏重要啊！他立刻就要冲上去拦住贾张氏。秦怀茹见状，也赶紧上前拦住傻柱。柱子，我婆婆就是太心疼钱了，有点疯癫了，这钱就让她先拿着吧，等过2天好了，我就把钱拿给雨水，好不好？雨水，秦姐说的对，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你留那么多钱也没啥用，先让贾家婶子拿一段时间。他敢抢我的钱，我就敢报警。这是我爹邮寄给我的生活费，是易中海欠我的。你这个小兔崽子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管不到你了是不是？何雨水现在有钱了，何大清还给他邮寄了钱，也不怕了，抬头坚定地说着。你可以这么说，你既然把贾家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那就分家，你跟着贾家过，我自己过。你找死，我打死你！何雨水眼前一黑，重重砸在地上，直接昏死过去。当看到妹妹昏死过去后，傻柱也清醒了。雨水，你别吓我！医院内足足抢救了1个多小时才抢救过来，随后医生从抢救室走出来。医生，我妹妹没事吧？你们兄妹是难民吗？看着你的样子也不像啊，为什么你妹妹如此营养不良啊？什么营养不良？
我是厨子，我妹妹怎么可能营养不良？你是厨子，你妹妹身体严重亏空，肯定是因为常年饥饿导致的。你一个厨子养活不了亲妹妹，而且明显是挨了打，有点脑震荡。现在暂时脱离危险，但是依旧有危险，你多注意点。傻柱看到医生眼神的鄙夷和不屑，顿时觉得被打脸了。想到自己的钱和饭盒大多数都被秦怀茹借走，和雨水的粮食也被贾家分走一部分，顿时骚得面红耳赤。直到夜晚，和雨水才苏醒过来，看着傻柱愧疚地守着自己，原本愤怒和恨意消散，只是心底的尊敬和爱也消失了，就像看陌生人一样。雨水，哥错了，我糊涂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不会再帮贾家要你的钱了，你就原谅我吧。和雨水没有搭理傻柱，只是两眼无神看向别的地方，只有护士过来的时候才哀求道：护士姐姐，我好饿，我能不能给您点钱和票？您帮我买一份饭菜。妹子，你等着，我让人帮你去买。我是他哥，我去买。说着还要去拿钱。别给他，他想抢走我的钱给贾家的儿媳妇，这才把我打成重伤，我不信任他。护士姐姐，您不要把钱给他，否则我会被饿死的。何雨水，你至于这么埋汰你哥吗？我好歹也把你养大了。傻柱灰溜溜的从医院返回四合院，刚进门就被严不贵给拦住了。柱子，咱们到门外，我和你说个事情。傻柱心情不高兴，但是看严不贵那鬼鬼祟祟的样子，立刻来了兴趣。到了门外拐角处，严不贵小声问道：傻柱，想不想快速拿回易中海欠你的生活费？傻柱眼前一亮，怎么拿回来？易中海去了大西北，随时都会死去，不早点把钱拿回来，这笔钱就打水漂了。你若答应了，把剩余的钱快速追回来，就给我120块辛苦费，我就帮你这个忙。傻柱本来很生气严不贵狮子大开口，但是想了想，易中海说不定真会死在大西北，到时候剩下的2000块可就没了，出120块给严不贵也不是不可能。行，我答应你了。易中海赔偿沈虚的那笔钱里就包含了你父亲何大清邮寄过来的钱，沈虚凭什么要何大清的钱来补偿自己？易中海又凭什么拿你们的钱来赔偿沈虚呢？所以得让沈虚接受这笔烂账，而你拿现金。对啊，凭什么我家得到的是一笔烂账，而沈虚却拿了我爸邮寄给我们的生活费？还有一点，这笔钱虽然是你爸何大清邮寄给何雨水的生活费，但是这段时间生活费都是你出的，所以这笔钱就该是你的，而不是何雨水的。傻柱，我可是把你当侄子才告诉你，以后饭盒给三大爷一个呗。傻柱深吸一口气，觉得严不贵说的太对了，这笔钱凭什么给何雨水？易中海凭什么拿自家的钱赔偿沈虚？三大爷，谢谢您提醒我，你放心，以后若是有饭盒，保准有你一份。你现在去找沈虚，人家肯定不会搭理你，要不要我再给你出个主意？三大爷，您快说说，真要是把这笔钱提前要回来，我请你吃好的。到底是老阴逼，若是换做后世的法律，傻柱至少能通过法律从沈虚手中要回1200元本金。柱子，这个院子里我最看好你，明天你去找王主任，把我今天说的好好精简一下跟他说，若是给我10块钱，我可以帮忙替你说，保证王主任给你做主。三大爷，你先回家，我去拿钱再找你。傻柱希望严不贵帮忙，他感觉只要有远不够在，要回大部分钱还是很有希望的。明天我请假跟你去街道办，我身为你三大爷，必须给你做主。傻柱咧嘴直笑，若是能拿到2000块，娶个城里的漂亮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一定是高学历的，容貌超过秦怀茹。第二天一早，傻柱和严不贵便火急火燎地跑去了街道办。此时街道办还未上班，二人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主任刚到街道办门口，就看到傻柱和严不贵。你们95号院子又发生什么事情了？王主任，是傻柱找我说，易中海赔偿沈虚的那笔钱中有何大清给何雨水的生活费，易中海再怎么赔偿也不该拿何雨水的生活费当赔偿款，所以傻柱希望沈虚应该把傻柱的抚养费退回来，让易中海每个月邮寄一笔钱给沈虚，直到赔偿结束为止。王主任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好，等下午下班，我就去你们院子帮你们协调这件事。现在我们都要上班，而且沈虚小同志有了钱肯定已经去上学了，现在去也找不到他。傻柱虽有不甘，但是也不得不先去上班。转眼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沈虚推着崭新的28大杠回到了四合院。严不贵看见沈虚，便赶忙上前。沈虚回来了，这自行车真漂亮，现在有车有房还有钱，你不得请大家吃顿饭庆祝庆祝吗？你提供粮食？你这小子，你庆祝，凭啥我提供粮食啊？而且我家的定量也不够啊。你也知道定量不高，还让我请客，你是资本家黄世仁吗？你这个臭小子，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院子里如果没有我们2个大爷在帮扶，你的日子能这么好？
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就你们2个饭桶，一个就会家暴打儿子，一个只会算计别人的鸡毛蒜头的严老抠，还帮扶我，恐怕恨不得把我剥皮喝血吧！我可惹不起你们2个大爷！说完，沈旭便头也不回地进了屋子。严不贵顿时气得直跺脚，他本来想占点便宜，可没想到沈旭那小子根本不上道。回到家中，沈旭便开始做起了饭，蒸馒头、爆炒鸡肉，香味瞬间充斥着整个四合院，可把严不贵馋坏了，就连贾家都开始急眼了。但是秦怀茹知道自己借不到，但又不想被贾张氏辱骂，不得不拿着大碗去。又来要饭了，不给，让你家死老太婆来借，我或许给你点面子。沈旭弟弟，求求你了，如果你不借我肉，我婆婆就要把我赶回乡下去，你就帮帮我吧，我会报答你的，我帮你洗衣服做饭。把你赶下乡，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很乐意看到这个局面。秦怀茹欲哭无泪，这个沈旭怎么就不能和傻柱学学呢？他不敢回去，只能等傻柱回来。王主任，您找我有啥事？沈旭啊，易中海赔偿你的3万块钱，其中的1200是有问题的，那是何大清给何雨水邮寄的生活费，易中海没资格做主。若不是严不贵同志提醒，我也没注意这件事，所以何雨水委托傻柱过来要回这笔钱，然后我去找易中海协商，等他挣钱了，就给你汇款还钱。沈旭深深看了严不贵这老登一眼，这老混蛋真的是无孔不入。王主任，易中海赔偿我的钱是经过法院、街道办和派出所共同协商的，这笔钱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何雨水的钱已经被易中海挪用了，傻柱和何雨水想要钱，可以去找易中海，反正他明天夜里才坐火车去大西北，理论上来得及。你们别浪费时间了，快去吧。严不贵顿时不乐意了，那可是120元啊，还有饭盒，岂能就这么放弃了？沈旭，这可不对，你怎么证明易中海挪用了何雨水的生活费，而不是挪用了你的生活费？你和何雨水都是受害者，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你拿到了那么多赔偿金，可雨水却只能落债务，谁知道易中海猴年马月才能汇款过来？严不贵，咱们摆事实讲道理，是谁贪污了何雨水的生活费？是易中海。我有没有挪用何雨水的生活费？没有。所以你们来找我干什么？难不成债务还能转移不成？那易中海的债务能不能转移到你头上？那既然如此，你帮易中海还了这笔账吧。放屁！我凭什么帮他还钱？那我凭什么帮易中海还钱？你嘴上说做人不能太自私，结果呢，让你帮忙还钱就不行了，让我替易中海还钱就可以，满嘴仁义道德，满腔鸡鸣狗盗之辈。你不可理喻。我说的是易中海赔偿你的那笔钱里，有一笔是雨水的生活费，他没资格处置，就该还回来，重新划分账目。和我没关系，我和你们说不着，你们要么去找易中海，要么去找龙老太太，好来找我这个受害者，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对于傻柱，他纯粹是看不起，但是对严不贵可是有着深深的敌意。这个小可爱太不是玩意，为了一点便宜就能把人往死里逼，得找个时间狠狠弄一下严不贵，让他自顾不暇。沈旭，能不能商议一下，把何雨水的先还一半，600块就行，然后我和易中海说，让他优先汇款给你。沈旭知道这事儿若是法院出面，自己是不得不答应的，但是沈旭依旧拒绝了。谁也不知道易中海在大西北能不能活下去。我拒绝这个提议，我和易中海的事情两清了，没必要节外生枝。傻柱，严不贵，你们赶紧走，我要吃饭了。王主任，您要不要留下来吃点？傻柱勃然大怒，攥着拳头，恨不得一拳打死沈旭。本来以为最起码能搞个1200块，但现在还亏10块钱给严不贵。王主任看了一眼严不贵和傻柱，挥手示意道：“你们都先回家去吧，我再和沈旭商量商量。”沈旭看出来王主任就是想吃点肉而已，而不是想继续商议。他想买下门口的院子，自然不想得罪他，至少暂时不能明面上得罪。王主任，您坐，我去端菜。您可一定要给我提点意见，让我的厨艺能够再进步一些。那多不好意思啊。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些年您帮助我奶奶多少次，我心里有数。我拒绝傻柱，纯粹是觉得这钱就算提前给傻柱了，也会被秦怀茹哄骗了去，这不是1次2次了。王主任看着香喷喷的爆炒鸡肉，顿时就把傻柱的事情抛之脑后。王主任，我屋外的这块空地能不能卖给我？我想建个院子。可以，但是需要200块，前提是必须留出1米当做路。明天早上你去街道办，我亲自给你办理手续。第二天一早，沈旭便去了街道办。王主任果然没有爽约，痛快给沈旭办了手续。搞定一切后，沈旭便直奔拘留所，因为今天下午易中海就要乘坐火车去大西北劳改，走之前肯定也要恶心一下易中海。拘留所内，易中海和易大妈正瑟瑟发抖。该死的沈旭，如果我有朝一日能够回来，一定弄死你这个畜生！易中海，出来一趟，有人来给你送东西。易中海顿时大喜，还以为是傻柱背着龙老太太来了呢。
当易中海看到沈须时，眼珠子顿时红了。沈须，你这个小可爱还有脸来见我？你是不是人啊？我对你和你奶奶多照顾啊，为了担心你的钱被挥霍，特意给你存着，你竟然把我送去大西北8年多，你不得好死！易中海，你这个绝户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为了掌控我，把我父母的汇款单贪污了，借点钱给我就是为了让我感激涕零，甚至还要我尽快还账。说你媳妇生病没钱买药，把我的中专补助都骗走了。你这种人绝户是注定的。沈须，你这个小可爱，等我回来一定弄死你！狱警同志，救命啊！这个罪犯威胁恐吓我强烈要求给他加刑期。狱警第一时间冲过来，拿着警棍对着易中海的大腿就是一棍。狱警同志，这个人贪污我父母的几千块钱，我听说他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改，就想着过来劝说他好好改造，诚心悔过，但是他却威胁要杀了我。这种人没有丝毫悔过之心，我强烈要求政府给他增加刑期。小同志，我们会向上级汇报今天的事情的，你放心，绝对给他凑个整，加到10年有期徒刑。易中海瞬间人麻了，他只是愤怒一下，结果刑期增加到10年。沈须，你满意了？你这种人迟早遭报应的。易大爷，你说你怎么就没有悔过之心呢？我真的是为你好啊，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不能只想着自个啊，要多为身边的人着想。我就是听了您的教导，这才过来让您好好改造。可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沈须说罢，扭头就走。当天夜里，易中海和易大妈就被送去大西。父母给男孩寄了6年的钱，然而他却1分都没收到。邮局为补偿他，便给了他一个邮局工号。没想到全院的人竟为抢夺他手中的工号大打出手，就在院子里越打越凶时，李所长和王主任赶了过来。你们这帮疯子到底要什么？整条街道都没有你们这一个院子能闹腾。王主任、李所长，你们可要给我们家做主啊！这帮王八蛋欺负我们贾家，抢夺我们家的工号啊！你家就贾东旭一个人有工号，他们怎么抢夺？你们真的抢夺贾家工号了？我们没有抢夺贾家的工号，是沈须的工号。我们正在商议工号归属，贾张氏就冲上来打我们，我们不得不还手。全院都可以作证，沈须也可以作证。听到有人喊，沈须便端着碗打开了房门，碗里的香气瞬间让所有人精神一振。棒梗看到沈须手里的碗，更是又哭又闹。我要吃肉，奶奶，我要吃肉。沈须赖得搭理他们，就这么在众人目光下快速吃掉大半。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沈须弟弟，棒梗实在是太饿了，求求你把剩下的饭给我家棒梗吃吧，我家现在实在是太难了。他没爹还是没妈啊？饿了就去给他做饭，你在这里装可怜要饭又要不到。大家都知道你家藏着几百块现金，还是贾张氏藏的。至于你藏了多少，那就只有傻猪知道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混蛋，连孩子的饭菜都抢，吃独食也不怕噎死你！王主任救命啊！这个混蛋打扰人了，嘴巴喷粪，打死你都活该！行了，我是来处理你们打架的，不是看笑话的。沈须，你来说，什么工号？你哪来的工号？他们又是怎么争夺打架的？工号是邮局领导送给我的，他们想抢夺，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就打起来了。我当时在做饭，不知道具体原因。刘海中和严不贵是管事大爷，也是当事人，肯定知道，您还是问他们吧。沈须的工号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做主了？竟然不惜大打出手，你们最好自己和解，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我们贾家这么困难，有了这个工号就可以活下来，沈须凭什么不把工号给我们家？李阳直接拿出手铐，吓得贾张氏顿时缩着脑袋，不敢再胡搅蛮缠。还有谁想抢工号的？站出来！我们和贾家不一样，我们想买或者换都可以，绝对不占便宜。对，我们也是想买的，绝对不是抢。崩溃了，真的崩溃了！都滚回家去，下次再敢打架，直接拘留，然后送去街道游街。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严不贵等人都低着头，想着等到王主任走了，再好好哄骗一下沈须。沈须，你的工号打算怎么处理？当然是打算送给我未来媳妇啊，总不能送给这帮牛鬼蛇神吧。遇到麻烦就朝派出所跑，我跟值班人员打声招呼，会保护你们，别被这帮人骗走了工号。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院子除了你没一个好人。谢谢李叔，我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把工号给他们啊？听罢，王主任和李阳所长这才放心离去。可是公安和街道办的人一走，所有人都又蠢蠢欲动，打算去找沈须。第一个出发的就是严不贵了。哎呀，须子啊，你在院子里啊，一个人挺孤单的吧？以后要不放学了就去我家吃，我家人多热闹。
没兴趣，没事滚蛋，别干扰我赏月。沈虚，你把工号扔给我吧，我不占你便宜，600块，分3年给清。三大爷家不容易，你是咱们院子最懂事乖巧的孩子了，你不会看着三大爷家陷入困境的，对不对？不卖给你，我很喜欢看着你家陷入困境，严老抠。算计你儿子我不说啥，但是算计你爷爷我，你嫩了点，滚出去，不然别怪我拿棍把你打出去。你这孩子太自私了，都是邻居，你帮到我家怎么了？再说了，你缺钱吗？一个人拥有3套房子，3万块现金，又是中专生，毕业了就分配工作，你霸占这个工号有什么用？留着看，留着送去给逃荒的难民，我乐意，你管不着。有种你就送，你不送我都看不起你。沈虚也懒得搭理他，看着系统再次送来奖励，居然有一张最实用的电风扇票。言不贵啊，言不贵，我得谢谢你啊！有了电风扇，夏天也就不必那么难熬了。言不贵刚走没多久，秦怀如就扭着屁股过来了。他觉得今天只要能豁出去，就一定能拿下工号。沈虚弟弟还没休息呢。沈虚倒是真没想到秦怀如穿着这么单薄就跑来了，他是真怕这娘们玩仙人跳。来人啊，救命啊！秦怀如耍流氓了。你秦怀如当场石化，他真没想到沈虚会这么干。傻猪看见这一幕，瞬间红温，正打算出去帮秦怀如找沈虚麻烦，可是和雨水却怒声说道：傻哥，你再敢和贾家纠缠，我们就分家，你的破事我不管了。傻猪挠挠头，不知道如何反驳。众人一看秦怀如都失败了，觉得他们希望也不大，就放弃了。可是刘海中却想着靠钱砸下这个工号。沈虚啊，姨大爷，我是认真想买下你的工号。我家老大中专毕业，倒是不需要工号，但是老二很快就需要工号了。我不占你便宜，700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且以后在4合院内我罩着你。贾家再欺负你，我保证帮你。说了不卖，给多少钱都不卖。沈虚，你想清楚了，不把姨大爷不当干部。我好歹也是4合院的领导。我好怕你啊！易中海刚被送去大西北，怎么你也想去？沈虚去救助站找王主任，却撞见了满院逃荒的人，一时心软捐了3000块。没成想这钱成了4合院邻居道德绑架的由头。原来沈虚去街道救助站找王主任时，突然发现这里有很多逃荒的人，顿时心生怜悯。沈虚，你来这里是打算捐点钱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吗？王主任，我捐多少比较合适？看你个人心意，现在救助站确实挺困难的，不然我也不会问你了。那我捐3000吧。不过王主任，能不能让我去街道办的仓库里挑选一些东西？家里刚刚装修，我家里空荡荡的。如果你真捐3000给救助站，那我做主了，仓库里的瓶瓶罐罐你全拖回去都没问题。行，那我现在就回去拿钱。不一会，沈虚就拿着3000块走了进来。王主任，要不要给我颁发个先进个人或者是锦旗奖章啥的？都有，明天我直接送到你学校去。别，送到4合院就行，我明天晚上5点钟准时到4合院。办完手续后，王主任便带着沈虚直奔仓库。不一会，沈虚按照系统的提示选了一大堆的古玩字画。沈虚啊，这些玩意没啥大用，你要不多找点有用的，不然我这心里真过意不去啊。吃亏是福，易中海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不能只顾着自己。我就是纯粹找一些装饰品，也不是想靠着捐款就来街道仓库打秋风的，不然我成啥人了？好，那你多拿一些字画回去，实在不行拿回去当引火的也可以。王主任，这些东西就让街道办帮我运回去吧，我给工钱1人5毛钱，但是一定要小心点。这些瓶瓶罐罐拿回家我还要用，我家现在真的是家徒四壁，就2个大碗，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王主任立刻安排人给沈虚送回去，东西足足装了200车。送到4合院后，严不贵伸手想要去拿几个罐子回家用，却被沈虚一巴掌抽在手背上。你这个小混蛋有没有素质？我就摸一摸，你就动手打你三大爷，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我有没有素质，你们最清楚了。只要谁在我面前犯贱，别说是你，易中海我也照抽不误啊。虚子，你拿那么多书法字画回来干啥？我给街道办捐了3000块钱，黄主任让我把这些易燃物拿回来引炉子用的。大弟，你有想法？捐3000块给街道办，你疯了？我高尚纯洁的品质，不懂。易中海教育你们，做人不能太自私，你们都忘记了。听易中海的，那还能把人家送去大西北治沙种树劳改吗？没多久，全院的人都知道沈虚给街道办捐了3000块。该死的小绝户，迟早被人撞死。我们家这么困难，都不给我们家捐款，居然给街道办捐3000块。妈，你小点声，万一被听到了，您又得挨打。我会怕他，您不怕他，您大点声音嘛。另一边，沈虚刚进家，就直接把所有古董字画送入空间。
把一些特意搞来的那些不值钱的玩意放出来充当门面。发财了，发财了！沈虚，你能给街道办捐3000，也要帮帮我们贾家，把公号捐给贾家，再捐个300块钱，我们家半梗会记得你的好，等他长大当官了，一定会报答你的。胡恩滚！一群没良心的啊，宁愿帮助外人都不帮咱们贾家啊！老贾啊，我过得好苦啊，你怎么就走得这么早啊？我滚，我滚，滚就滚！沈虚刚进四合院，就看到那巨大的锦旗和个人先进奖章、个人先进茶杯，顿时笑得咧开了嘴巴。随后，王主任便兴奋地召开全院大会。咱们院子虽然出了易中海一个败类，但是也出了一个像沈虚一样为百姓付出一切的少年。沈虚为街道办救助站捐助了3000块钱，街道办特意送来锦旗和个人先进奖章以及个人先进茶缸，以资鼓励。真不愧是我们院子的年轻人，尊老爱幼，帮扶弱小，品质高洁。如果大家都能像沈虚一样，那咱们新中国何愁不兴盛啊？老太太说的对，大家一定要向沈虚同志看齐。沈虚瞥了龙老太太一眼，总感觉这老登没安好心。果然，龙老太太话锋一转：“王主任，咱们院子的宗旨一直都是尊老爱幼，沈虚也做出表率了。本来我实在不该麻烦他的，但是现在真的没办法了。以前易中海夫妻负责照顾我的，现在他们2个去了大西北，我在院子里没人照顾啊。沈虚，你思想品德都是上流的，能不能帮扶我这个老太太一把，给我负责一顿晚饭啊？”沈虚忍不住都笑了，本来懒得搭理这个老太婆的，结果他自己找死。既然如此，那今晚上的大字报就增加一个龙老太太吧，陪着严不贵一起丢人。老太太，你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不能只顾着自己啊！你这60多岁正是为国家奉献的年纪，怎么能混吃等死呢？我一个学生，白天要上课，平时还要照顾猎鼠，晚上回来还要自己做饭，你是怎么好意思让我照顾你晚饭的？沈虚，你给那群逃荒的难民都捐了3000块，帮帮老太太怎么了？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他老人家的房子都给你了，你却说这种话，你对得起先进个人奖章和锦旗吗？傻猪，你要脸吗？她是你奶奶，你为什么不照顾她？龙老太太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我都没问她要房租，还让我一个学生去照顾她的饮食，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老太太，你让沈虚负责你的晚饭实在是不妥，他本来还是个孩子，自己照顾自己都够辛苦了。如果你实在没办法照顾自己，要么让院子里谁照顾你，要么你跟我去养老院。龙老太太期许地看向院子里的人，但是没一个人愿意照顾这个老祖宗，谁愿意自己头上出现一座大山？实在没办法了，龙老太太看向傻柱和何雨水：“大孙子，你能不能让雨水照顾我啊？我现在连外出都难，实在需要一个孝顺的小辈照顾自己。”奶奶，雨水还小，还在上学呢。一个丫头片子，识字就行了，上那么多学干什么啊？这不是拖累你找不到媳妇吗？你这个死老太婆实在是太不要脸了！我认识你是谁啊？我小时候饿得喝自来水，找你要一口吃的，你把饼干藏在背后，现在居然让我退学照顾你，你恶心不恶心？你是慈禧皇太后吗？男人只是让妹妹给老太太道个歉，不料妹妹竟提出分家。就在刚刚，龙老太太为了找人照顾自己，竟让正在上高中的何雨水辍学照顾她。这一刻，何雨水彻底暴走。你这个小可爱，竟敢骂我！柱子，你看看你妹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和沈虚一样不敬长辈，你要好好教育教育她。雨水，给老太太道歉，她也不是有心的。傻柱，你真是特么的畜生！为了秦怀如要饿死我，为了龙老太太要让我退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捡来给你家当奴仆的。我要和你分家，王主任，您今天不帮我分家，我就吊死在街道办。老太太，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慈祥的老太太，现在看来你简直就是地主婆，专门压迫老百姓的。先是要沈虚这个小孩子照顾你，现在又让何雨水退学照顾你，要不要我专门辞职照顾你？我这个老太太脑子糊涂了，王主任你别生气。傻柱，你真不是人，我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今天你们就分家，我做主，耳房是何雨水的，剩下的2间正房是你的。我来联系何大清，要让他把房契和地契带回来，我要给你们重新办理户头。王主任，我没让雨水退学啊，
就是让他和老太太道个歉。道个屁的歉！他做错什么了？你们这帮禽兽简直无耻至极！当初看须子年纪小，你们欺负他，现在须子立起来了，你们又联合起来欺负何雨水，真把街道办当傻子了。严不贵，你负责起草分家协议，拿过来给我过目。另外把何雨水用傻柱的生活费算出来，如果傻柱要这笔钱，那就断亲；如果不要，那你们只是分家。傻柱，你要这笔钱吗？傻柱犹豫不定，可是秦怀茹却拼命给傻柱使眼色。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必须要啊！只要回来了，我就有把握忽悠过来。既然这个小白眼狼要分家，那我就要。行，那就断亲，一式3份，你们各1份，街道办1份。另外何雨水你每个月负责还傻柱5块钱，还10年就可以了。至于自行车，3年之内你买个新的还给他。从今以后，你们恩怨两清，没有半点情分在里面。王主任本来高高兴兴地颁布奖章和锦旗，现在心情全无，只能草草了事。回到街道办，王主任连晚饭都不吃，就联系何大清。何大清，你把你的房契地契带回来，顺便管管你家那畜生儿子。我都被气死了，他为了一个别人家的媳妇，要硬生生逼死自己的亲妹妹，为了后院的龙老太太，更是要何雨水退学回来照顾这个老太太。现在为了隔壁邻居的媳妇，更是要和何雨水断亲。我实在是管不了了，这种人留在我们街道办，我都觉得恶心。我要打死这个小可爱！何大清当天夜里就冲回4、9城。何大清，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大清没有搭理严不贵，一脚踹开傻柱的房门。哪个小可爱，你找死！老子宰了你这个小可爱！爹，我错了，我不知道是你踹的门啊！老子是因为这个打你的吗？你要是为了寡妇这样欺负你妹妹，老子也就忍了。可是你为了别人家的媳妇，就敢逼死亲妹妹，为了一个死老太婆，就敢让你妹妹辍学，你他妈的不是人！滚！现在就滚！这是老子的房子，我给狗都不给你住。爸，你把我赶走，我住哪啊？我管你住哪，你死桥东里，或者你直接去隔壁贾家媳妇那，你和他反正情投意合。赶紧滚！再敢进我家，我就报警把你送进去。听到动静，院子里很快汇聚不少人，沈旭也早早起来看热闹。何大清，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敢撵走我大孙子！你他妈闭嘴！死老太婆！我爸什么时候续钱了？我怎么不知道？既然你认傻柱是你大孙子，你把他带走，和你一起过。这是个好主意，以后傻柱带肉回来，肯定都是自己的。秦怀茹敢抢，那就打死他。柱子，跟我去后院。龙老太太，后罩房你只有居住权，可没权利带人进去住。那是我的房子，傻柱要想进去住，1个月10块钱，1年1付，还要交3个月的押金，共计150块。孙贼，你也欺负我是不是？老子就不教你能咋的！你敢把他带进去住，我把你也赶出去。那房子是我的，我之所以让你暂时住着，那是你看你年纪大了，把你赶走有违道德。可你要是不要脸，我现在就去请街道办强制驱离你。房租太贵了，别人都是5块钱1个月。住人和住禽兽还是有区别的。傻柱顿时勃然大怒，抡起拳头就冲向沈须。沈须身体微微一闪，伸手就是狠狠一个回击，将傻柱砸在地上。简直没王法了！沈须，你想干什么？凭什么打我大孙子？你不仅是聋子，还是瞎子，老子这叫正当防卫，打死他都没问题。好，好，好，柱子，你起来交房租，以后跟着奶奶过。傻柱本身也没攒多少钱，这次居然要一次性给沈须150块，可不给不行啊，根本打不过。那我进去把我的存款拿回来可以吧？你不是要雨水的生活费吗？那些生活费抵房租了，你的存款你拿走，我也不会把你往死里逼。随后傻柱跑回家中拿了190块出来，数出150块交给沈须。拿到钱后，沈须看了一眼院子里的这帮小可爱，打算来一次狠的，然后嫁祸给何大清，让他们狗咬狗。